方改变前路。把男手掌拿开！我懂了。啊，别动！别动！赶紧放了我！你们这些个废物，以后都得死！啊！大哥，要在这快在这先走吧。大哥，大哥。要先是我来救你。傻妞，你爷爷我搁这儿呢。来呀！
被他逃了。大哥，大哥，二哥，大姐，你快瞅瞅我这状态不对，快不行了，这小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快不行了，看着。小先生，你看小伙，哎。小先生，五妹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应该是被人骗了，吃了不该吃的东西。我这丹药可以保他一命，但这手臂恐怕是保不住了。啊？五妹，这小五，小五，小先生，五妹，他犯了大错，本该是必死。感谢小先生不杀之恩，感谢小先生。他打小叛逆，但我知道你们5人都不是恶徒。啊！这是。鸡蛋，拿着吧，这是你们应得的。啊！我的！我说怎么老远闻到一股废物的味道？我说蛮牛，你是被谁修理成了这样？事态紧急，我有事要向主人禀报，要开门。这回可幸了！哎，小点声，我们有救了！别说了。这黑煞教教主真的是藏在大内之中。小吴，你睁开眼看看自个儿。小吴，你没事吧？没。既然自尽了，这是什么？玄阴诀初探。参见主人，属下有如使命，城外分舵，王护法、小王爷皆落入敌手，请主人责罚。无需自责，能把你伤成这样，想必也并非是泛泛之辈。我料想，也是平日子里那2人太过招摇，惹了什么不该惹的人吧？主人明察，此人实力非同小可，我都使了妖化秘法，都没讨到便宜。主人，依属下之见，此人实力约莫在筑基中期上下。顺着那些散修跟王护法的线索去查，总能查到那个人的根脚。届时，便将他擒下，给主人血祭练功。本座不日即将出关，如果
果你们现在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，必将引起7派与6宗的关注。稍待些时，本座出关，必有大成。到时，我等不会畏惧任何人。贺谢主人，我等性命荣辱皆系于主人一身，属下这就召集约束教众，加强防备，绝不让此人打扰分毫。你等都下去吧。属下告退。铁罗，你留一下，待本座替你疗伤。谢主任。麻烦你们小仙师，把他们埋了吧。是小仙师。小仙师，自从那些妖人身上搜取出来的财物与灵石，悉数奉上给小仙师。你们这次出力很多，但之后实在艰险，不是你们能应付的。这些就当是我的鉴别礼了。鉴别？不是小仙师，我们做错啥事了？你要丢下我们呀？不瞒你说，这些日子跟着你一道行侠仗义，铲除邪教毒瘤，这是我自修仙以来干的最快乐的事了。是。小仙师，别丢下咱。是啊，小仙师，俺蒙山560岁讲义气了，恁这是不要俺了，恁带上俺中不中？俺跟着你。如今，黑煞教虽失了羽翼，但元气仍在。你们现在已经暴露了，再在京城久居，就不怕丢了性命。不怕呀！不怕也不行，都回去吧。小仙师，自即日起，俺蒙山无忧愿拜在小仙师门下，高山不安，万死不辞。什么万死不万死的？你们呀，都好好活着，长命百岁。他这是不带咱了。他走了。哎呀，这个传音符你拿，有什么事情传音给我。弟子在京中偶然发现一修行诡异功法的组织，其名曰黑煞教，爪牙遍布京中上下。兴王府内亦设有据点，弟子唯恐王宫之中也惨遭渗透。前线交战正酣，若其趁乱起事，滋扰后方，越国上下将不得安宁。此教一日不出，弟子心不得安，还望师父早派强援，根除祸患。师姐，你说说，我那几个弟子没一个省心的，尤其是那个韩立，你看平时挺稳重的，关键时候最不安生。我让他去京城，结果呢，他给我挖出一个邪教来。什么邪教？估计就是趁咱们兵荒马乱壮大起来的。现在前线乱成一团，让这些孩子走得远些，说不定反而是好事。嗯，对，师姐你说的对。回头我就把刘静、武炫、宋萌、魏娘他们打发走，保存些实力吧。行，就这么着。这个韩立呀，真不消停。修行了这么久，还打喷嚏，有种不太好的预感。不行，不能再让其他的事情耽误了。修炼，修炼，修炼。如今主修的清源剑诀已突破至第6层，等解决秦府的麻烦，再配合上小绿瓶配制的灵药，就尝试突破筑基后期吧。散功，怎么又有散功的迹象了？
这三转重元功上说，每当修炼到千元剑诀第6层，应该散功重修3次。像我这样的伪灵根资质，只有这样反复的压缩真元，才能多一次突破结丹的可能。不过散功一事，未免太过疯狂。这秘籍看起来也不像是全本啊。那妖化秘法能令修为暴涨，想必隐患也是极大的。那些人练完之后，好像都变得疯疯癫癫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受那诡异的血气影响。血凝五行丹可以突破结丹瓶颈，怪不得黑煞教教主估计练的就是此法。不过要像那铁罗一样变成半人半兽的模样，还是算了。看来是暴露了，这么快赶来。韩公子，公子，有您的朋友登门拜访。我的朋友。公子，认识他们吗？不认识的话，小人把他们打出去。行。嗨3个、4个、6个、7姐姐，行。师兄师姐，此番来援，旅途劳顿，韩立感激不尽。师弟，你怎么神神秘秘的？还特地在信中嘱咐我们不要暴露黄风谷的身份。我们装的怎样？像不像普通凡人？紧赶慢赶，可算是赶上上元灯会了。你来这京城也有些时日了，可去了墨香居？听说京城的牡丹花是一绝，你可见过？哎，京城可有武林高手切磋？有没有什么好吃的？赶紧给我们讲讲。哎，韩师弟是奉师傅之命来除魔卫道的，这等凡人之间的戏言，以后还是少说为妙。哦，对了，韩师弟，传说中所说的邪教是怎么回事？三师兄明鉴，此教名为黑煞教，常年盘踞在京城，拉拢全国散修入教，实则是用血祭之法残害同道性命，稀释公理。岂有此理！这等血祭害人的邪徒，人人得而诛之。门内熊囊是干嘛吃的？这等大事，居然毫不知情。韩师弟，你所说的可有真凭实据？我等修仙之人不得干涉世俗王朝，本就是门内铁律。说是仅凭臆断就肆意妄为，长老们听了，恐怕不会太高兴。依我看，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。七派忙着与魔道交战，根本无暇顾及其他。再加上被害之人大多是散修，无门无派，七派关注不到，自然无力干涉。根据我收集的消息，这黑煞教共有4个筑基期的玄师侍卫，还有1个教主正在闭关。如今我们几个联手，尚可一敌。但若放任那教主破关，恐怕这邪教就真成气候了。
别闹了，你忘了韩大哥说过，那些邪教余孽未除，这段时间要慎用法术的。哎呀，你看这人一旦学会了法术，哪还能过那人间的日子？不过就是个小法术，没事的，彩环姐姐。大哥哥不是说肯定会保护我们的吗？请问大人，已经证实那些散修，半数都是被这两人劫走的。一个练气期的孩子跟一个凡人，出事前有人曾见过他俩多次往返秦府，要不直接把他们抓过来问问？不用了，现在线索已经掌握的差不多了。若是惊扰他们，反而多生事端。你回去吧，今晚的事先别跟任何人说。是。秦府，野蛇走了。这灯会那么热闹，咱俩也该活动活动。各位，别再犹豫了。韩师弟好不容易探得了这些妖人的底细，再不行动，更待何时？老四，你不是最好与人斗法吗？好，既然三哥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自然不会错过这场好戏。靖哥去，我也去。韩师弟既然请我们来，应该有办法了吧？何不说出来，大家听听？这是先前我在那妖人身上留下的标记。皇宫，皇宫，越国皇宫，御花园，藏书楼。这邪教挺会选地方的。修仙之人绝对不能踏入皇宫，这是规矩。若是贸然闯进去，出了差错，咱们可担待不起。对方就是料到这一点，才会如此肆无忌惮。只怕连这当朝君王也沦为了他们的傀儡。对方分明就是想利用这禁令，让我们投鼠忌器。如果我等就此畏缩不前，岂不是正中其下怀？有的事情，对错本身还不如规矩重要。规矩是人定的，对错是天定的，怎能相提并论？若上面怪罪下来，我一力承担便是。如今敌明我暗，正好指导老巢灭其首脑。我赞成刘师兄。我也赞成。此寮藏在皇宫之事，你是不知道呢，还是忘了说？吴师兄，师弟以为，不管这妖人所在何处，都不该坐视不理。对啊，刘师弟，你到底去不去啊？给句痛快话嘛。对啊，一起去吧。恕吴某不敢苟同，恳求各位三思，莫要自误。告辞。刘师弟，让他去吧。那些魔道水平堪堪，本就无需我们一起出手，少了六师弟，不在话下。有你在，那些魔道一定不是对手。对，有我们三个，足够了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大家还是料敌从宽为妙。韩师弟说的对，邪魔虽不足为惧，但他们有四大血誓，还是不可轻敌。可若是再向苦中求援，我想到了，有一个人肯定能帮到咱们。你看，哇，那么多灯哦，太漂亮了！哎，这个鱼可以吧？好热闹啊！这怎么这么韩师弟，这凡人的街市这么热闹，怎么都没有听你说过啊？这么热闹的庆典，我也是第一次来。是吗？哎，慧瑶，看这，哦，没想到咱们修仙界都打破头了，这里还能如此。只怕热闹不了多久，就又是一番血雨腥风。我小时候也经历过战乱，
南来北往的军队都打成一锅粥了，不管谁输谁赢，最后活的都是黎民百姓。这些邪教妖人唯恐天下不乱，一想到他们的所作所为，我就寝食难安，恨不得将他们碎尸万段。尤师兄受过什么刺激吗？怎么一提邪教就这么冲动？哎，你们快看，谁来了？哎，我把咱们的帮手带来了。陈师妹，陈师妹，宋师兄。哎，陈师姐，韩师弟，你不是总向我打听韩师弟的消息吗？韩师弟就在这儿了。黑煞教的事儿，我已经跟巧仙说过了。他正好在附近的南巫城执行家族任务，一下就答应和咱们一起去皇宫了。最近总是接到前线投来的捷报，守备魔道之事如今也告一段落。如今正好有空，就来京城闲逛一下。如果能帮到二位师兄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聊，咱们去看花灯，金哥。快，要像我们一样，有话就说，一定别藏着掖着。别急，去看花灯喽！去吧，慢点。走，等等我们。走了。看花灯，师兄。韩师弟，别来无恙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父亲一直让我在家里修炼，错过了许多人间的繁华。现在看来，竟有些羡慕他们。小妹、爹、娘，还有厉飞羽，你们都好吗？韩师弟，也没什么值得羡慕的。山间清寒，世间疾苦。这仙也好，凡也罢，各有各的无奈罢了。你说，这水中的倒影背后，是不是有另一方天地？那里没有人心险恶，也没有战乱，到处都充斥着自由和纯粹，就像梦境一样。镜花水月，如梦幻泡影。这世间，总是苦难多一些。纵使我们修行大道，也是顺心易少，不如意多。师姐，还是看开一点。师弟真是豁达，跟你聊这么几句的功夫，我就把所有烦恼都忘了。你最近有做梦吗？自从修仙以后，就很少做梦了。是吗？我最近倒总是做梦，梦中有一道黑影，一直在追我，我逃也逃不掉。但每到这个时候，总会有一个人出现来保护我，只是我看不清这个人的脸。也许师姐看到的，只是水中的影子吧。颜色。哦，你快看，金哥，这么漂亮！是是。快看这个，金哥，太漂亮了！哎，你看那个。哇，真漂亮那个！你这么看，哇！
韩大哥，果然你还是应该和他们站在一起。修仙者和凡人不属于同一个世界，我永远也无法和你站在一起。莫姑娘，保重。欺人太甚啊！这个姓韩的太嚣张了，一下叫来这么多穷亲的白吃白喝。当我秦家是开善堂的吗？啊，少爷，消消气儿啊！韩公子初来乍到，怕是不懂规矩，而且老爷呀，现在对他这么恩宠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和他一般见识了。我动不了这姓韩的，我还动不了他那些穷亲戚啊！还真去哎！有些人啊，总想着出风头。要是战败了，看我怎么再执法他。看你们一本。轩儿师妹，你说是不是？我都是为了他们好，他们就是不听劝。我好想你啊！你小子跟姓韩的一伙的吧？姓韩的。来，给我好好照顾照顾他。轩儿师妹，刚才没吓着你吧？哎，他们这帮人。谁？好协议的功法。筑基其生面孔，看不出根脚，跟秦府有关系。看来道友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。阁下，您认错人了吧？错不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教主现在正在突破的关键时期。你这一身筑基修为，不要浪费。1D2没有胜算，得赶紧去给他们报信。感觉怎么样？属下该死，让主人在闭关之际，还分神为属下疗伤。你追随我多年，替你疗伤这种小事，何足挂齿。不过，你的身上好像有别人给你安了追踪的印记，需要我帮你清除吗？主人且慢，此印记留着，或许还有大用呢。啊？你的意思是，这人顺藤摸瓜的找来，我们正好将计就计，来个瓮中捉鳖，待属下把他拿下，还能谢于主人练功呢。好，就按你的意思办吧。
参见主人。恭喜主人，贺喜主人，属下偶然间得到一份大礼，要献给主人。啊，我看看到底是什么。果然是筑基修士的精血味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我要好好的独享美味。各位师兄师姐，可还记得此份地图？这些天，我一直盯着此物。从诸位来京城以前，它就一直在这儿，一动未动。你的意思是，他们早就意识到被跟踪，故意在此处设下埋伏？没错。与其自投罗网，不如将计就计。那我们就绕过此处，从寝宫和冷宫入手。今夜兵分两路，魏娘和陈师妹，你们去寝宫救国君，其余的人趁这个教主还未出关，找到他藏匿的位置，攻其必救，围点打援。对，就是如此。既然如此，大家稍作休整，今夜子时出发，望大家戮力同心，斩杀邪教。是。有人。韩少爷，小书房里做了几样点心，不知几位是否有意呀？太好了，这是饿着呢。不必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还有事？韩少爷，我家少爷从街上回来以后，好像害了失心疯，一直失魂落魄的，嘴里不停地说着“仙人饶命”，大夫人急得已经晕过去了。大夫看了也没有，老人让小的无论如何请您去一趟。我先去看看，不耽误正事儿。这也太冒险了吧！我这好不容易不用上前线了，怎么到了京城还得拼命啊？二位师弟，今夜的事，我会向七派上报公祭，绝不会让二位白忙活一场的。此役艰辛，今夜就拜托各位了。我等定不辱使命。好了，我的儿呀，你终于醒了。老爷，韩公子妙手回春，轻轻一碰，少爷就醒了。夫人也好了。快去！哎呦，韩先生，主伯，先是大恩大德，老夫无以为报。秦老爷不必如此，还是容我多说一句：今夜之后，这天怕是要变了。秦老爷是个好人，还是多做打算吧。要变了。这皇宫之中，唯有这片竹林比较隐蔽，就以此地作为退路吧。这教主修为，至少在筑基后期，必有一场苦战。正好试试这修缮完成的颠倒五行阵，剑芒、剑盾、符宝、法器和符箓都备好了，底牌也有了，剩下的就只能尽全力了。
韩师弟，距离心动还有一段时间，能不能单独聊聊？韩师弟，当年血色禁地试炼之前，黄风谷中救我的是你吧？你先不用急着辩解，我知道那不是梦。我也知道那就是你。不止那次，我们后面好像见过很多次，所以每次见到你，我都觉得更亲近了些。只是不知为何，我想不起来了。不会这望尘丹的药效又快没了吧？罢了，想不起来就不想了。其实我想告诉你，我和那姓陆的贼子只是家族定下的亲事，我从未对他动过心。陈师姐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何要跟你说这些，只是有些事情我希望你能知道。师弟不会觉得我是个不好的人吧？啊，不是。好了，我想说的也说完了。大战在即，韩师弟不要分心，也去准备吧。哎，韩师弟，我还有一句话要说。黄风谷附近有一座百里山，漫山野花，甚是好看。若我们能平安度过今晚，你愿意陪我去赏花吗？师姐，这恐怕……哦，看来师弟是想让我把之前的事都记起来。师姐，师姐盛情邀请，敢不从命？都听师姐安排。走吧。梦里有梦的碎片，雪雪落在水中天。此去经年，步履流连，风景又浮现，难忘记。不如怀念，总说往事都如烟。回首荒唐不忍言，喧嚣红尘寂寞书卷，挥去了流年，这望眼是我情线。秋风泛起，又见炊烟，似天边又如远恋。回首已在山